餐桌上，我的男朋友江卓正在给他的小青梅韩少英剥虾。前一秒，他拒绝了帮我盛汤的请求，并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自己的事自己做。”他实验室那帮同事都在嘲讽似的打圆场。老大照顾少英习惯了，嫂子不要在意。韩少英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隐藏的极好的得意，我很给面子的笑道：“你们不要乱喊啊！”江卓要生气的，人家正在给他女朋友剥虾呢。江卓听到我说这话，剥虾的手一顿，冷淡地看了过来。席上气氛也一时沉默下来。江卓皱眉道：“要闹脾气，回自己家闹去。”我点点头：“你们慢用，我走了。”他的好兄弟林凯阴阳怪气道：“嫂子怎么舍得就这样离开？阿卓，你说是吧？”林凯一直觉得我只是江卓的舔狗，又因为我占了江卓女朋友的位子，害他的女神韩少英只能黯然神伤，所以一直对我有敌意。江卓把一碗虾肉递给韩少英，头也没抬：“别闹了，沈璇。”我笑笑，转头就走。离开包厢一段距离，还能听到其他人对我的嘲笑，反正过一会就乖乖回来了吧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大小姐配不上老大，还是少英和老大相配。我听着这些声音，脚步不停，直到走出酒店。难过吗？好像是有点怅然，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。在酒店外吹了点风后，人也清醒了些。我为什么会喜欢江卓呢？图他长得帅，图他高智商。我的圈子缺少这样的人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恋爱脑真是要命。我没有回平时的住处，直接回了沈家别墅。父母看我这么晚还来找他们，非常吃惊。他们对我和江卓谈恋爱其实一直颇有微词，但顶不住我一直撒娇，还是对江卓的事业多有照顾。连林凯家的小公司，我也在江卓的暗示下求父母关照过。我开门见山：“爸妈，我要和江卓分手。”我哥沈瑜从2楼下来，大小姐终于想通了。父亲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吃够亏了。我无言以对。父亲放下报纸，叹口气后笑了：“行吧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擦亮眼睛。”母亲连忙招呼佣人给我做宵夜。等宵夜期间，我的手机疯狂响了起来，全都是江卓打来的电话。他还发了几十条微信给我。他问我在哪里，指责我任性，说我让他在实验室的人面前丢脸，还让我赶紧回去买单。说来好笑，因为他要面子，酒店是他选的，定位也是以他的名义定的，结果他要面子就是不肯明说，让我替他当这个冤大头，给那些人付钱。我只回了一条：我们分手了，1周内让你爸妈从红顶天地的房子里搬出去，还有合约到期，沈氏也不会再投资你们的实验室，你们也尽快搬走。1周后没搬，我叫人帮你们搬，然后把他的号码拉黑了。哥哥看到了，问我那小子的消息。我点头，我让他爸妈1周内从我在红顶天地的房子里搬走，实验室也不会继续给他们用了，都分手了，我的房子当然不能让外人住。哥哥笑道：“还算有点出息，1周后我带人和你一起去。还有，你这2天先住家里吧，那小子可能会到你住处骚扰，这也不是没可能。而且我以前恋爱脑，还硬要把住处的密码和钥匙都给他，钥匙他没要，但密码我是发到他手机上了。唯一能庆幸的是，他为人冷淡，我也谨记家里教诲，交往3年都没到同居这地步。父亲听我说了，当即派人去我住处把密码改掉，并删除他的指纹。1周后，我和哥哥带了一帮人去了我那套红顶天地的房子，江父江母仍旧住在里面，半点没有搬走的意思，也算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了。但我吃惊的是，江卓竟然也在。平时他总是日理万机的样子，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他的实验室和韩少英一起研究。那段时间，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“你没有点自己的事要做吗？”嘿，没想到江大博士也有空闲的一天。江父看到我带着一大群人进来，皱了皱眉：“小沈，不是我说，这房子虽然是你借给我们的，但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就来啊，还带那么多人来。”江母阴阳怪气：“我早说还是换个锁比较好。房子虽然是我的，但我之前尊重江父江母的私人空间，不曾上门打扰过。当然，他们也从不曾邀我过去。”我看了一下我哥，他快要被气笑的样子，我也为自己曾经的恋爱脑感到羞愧。我1周前已经通知江卓让你们搬家了。我冷静道：“如今我只是收回自己的房子。”一直沉默的江卓开口，语气冷淡：“沈璇闹够了没？”我看着他笑：“江卓，你知道我不是在闹，所以你今天特地在这里等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真的分手了。现在你们给我滚！”江父江母听我这么不客气，脸色都很难看。江父指责我道：“你和阿卓的事，我们一般不插手，但是你这样说翻脸就翻脸，是不是太不讲情面了？”江母也道：“是啊，那天你一个人先走，留下阿卓一个人多尴尬，多亏阿卓的兄弟给代付的，你什么时候把钱给人家还上？”我笑出了声：“关我什么事？”江卓沉下了脸：“沈璇，你在。”我打断他：“酒店是你选的，定位也是以你的名义，点那些昂贵菜的是你实验室那帮同事，和我无关哦。”哥哥也不耐烦地道：“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让他们赶紧滚！”
江卓这才注意到我哥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嘲讽道：“你找的新下家。”江母像是抓住了把柄，大叫道：“小沈，你这就不厚道了吧？我家阿卓平时忙是忙了点，但对你也很关心的，你怎么能……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关心到连这是我哥都认不出，我可是给江卓看过我家全家福的。江卓一噎道：“可能那天太忙了，我没注意，抱歉。”我似笑非笑，忙着和你的小青梅发消息，那天我还想努力讨好，问他在忙什么，可是只得到一句：“说了你也不懂。”江父江母又磨磨蹭蹭，直到我真的招呼人动手帮他们收拾，他们才急了，总要给我们1-2天找房子和收拾东西吧？就算是租房子，也没有房东立即赶人的呀。我不为所动，已经给你们1周了。还有，你们之前是白住，可不是租房。江卓咬牙道：“沈璇，你有必要做的这么绝？”我好心的提醒他，你们实验室那帮人其实今天也要搬的，不过我不想1天内跑2次，你们记得这2天搬走啊。江卓这下终于也急了，实验室那么多东西和数据，2天怎么搬得完？我无所谓道，除了数据，实验室所有东西都和你们无关，都是我家出钱买的。你忘了，按道理说，这数据也属于我家公司，不过我家对这个没兴趣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吧。最后，江家3人只好狼狈地带着那一堆匆忙收拾出来的行李，哼哧哼哧地走了。临走前，江卓死死地盯着我：“你不要后悔，沈璇。”我回应他的是：“快滚吧，别脏了我这里。”他们走后，哥哥啧啧称奇道：“这2个老东西这么狗眼看人低，是真不知道你的背景啊。他们是做什么的？”我耸耸肩：“中学老师教出了个博士儿子，就有优越感了吧？大概把我当暴发户家庭出来的。毕竟家里教我低调，沈这个姓氏也不是什么稀罕姓，他们不知道也正常。”2天后，我按时带人前去江卓的实验室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收房子，我哥因为要处理公司的事，就没跟我一起。本以为经过之前江父江母搬家的事，江卓会知道我这次是真的铁了心，然后老是从实验室里搬走。结果我进了实验室，看到那一堆人还在那里照常工作。有人注意到我，尴尬地打了声招呼：“嫂子来了。”我去喊老大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你们嫂子。我扫了一眼，韩少英也在，大概又和江卓一起在某个单间研究。以前我为了这件事不知道不高兴多少次，暗示示弱、强硬什么套路都用了，还和江卓大吵过一架。江卓却只是冷冷地看着我，然后说：“少英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她聪慧善良，勤学上进，不要用你浅薄恶毒的想法去揣测她。”那次我伤心了好久，也发誓绝对不会先低头，但只冷战了3天，我就抵不过对江卓的思念，给实验室又买了一批新的试剂，换来江卓高冷的一个字，算是和好了。现在想来，我当时大抵是脑子进了水。早有人去通知了江卓，结果先出来的是林凯。林凯一看到我就面带轻视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能多坚持几天呢，这就等不及来找阿卓了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他却越来越起劲：“你也别太作了，好好跟他道个歉。你前2天还把伯父伯母赶出去了，那也太过分了吧？要不是我收留他们，你叫他们一时间到哪里找地方住？要我说，你与其嫉妒少英，不如好好提升自己。你说你一个暴发户的女儿，其实配不上阿卓，阿卓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，还不好好珍惜。”我对他笑了笑：“我倒是忘了你的事了。”他一愣：“我什么事？当然是跟哥哥说不再照顾你家生意的事啊。当初林家生意受了影响，接近破产。林凯是江卓团队里的重要成员，他状态不好也影响项目进度，我就让哥哥稍微照顾了一下林家的公司。”对江卓说的，则是我有个朋友认识沈氏的高管。我突然在想，如果我当时直接自曝身份，林凯估计只是表面上不会对我那么无礼，但私底下还是不会待见我。这种人就是自以为是，不会感恩。对了，你把那天吃饭的钱转我，我再帮你跟阿卓说几句好话，你对他低个头，这事就过去了。林凯见我不接他的话，也没在意，转而拿出手机要我还钱。什么钱？就是那天吃饭的钱啊。阿卓说你会还给我的。我嗤笑，我已经和江卓分手了，你们团建吃饭要我出钱？那天他们点了野生大黄鱼、澳洲大龙虾，还有年份久远的葡萄酒，这一顿饭估计花了10来万。林凯家里虽然有点钱，但也经不住这么挥霍。我估计他要是从我这里拿不到钱，少不得要在家吃一顿竹笋炒肉。林凯听我这么说，脸上顿时五颜六色。这时江卓和韩少英也出来了。江卓看到我还是那副冷冷的样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微笑着说，江大博士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说我今天来收房的。韩少英上前一步，淡淡道，沈小姐，你不用再乱吃飞醋，等完成这个项目，我就会退出卓哥的团队。实验室众人都大吃一惊，看向我的眼神也带了不善。江卓沉下了脸，对韩少英道，胡闹，我不会让你为了这种小事退出的。他又对我道，你都这么大了，别再老是把自己当公主，以为大家都要围着你转。这次换我冷漠地看着他，他好像不适应我的态度，皱了皱眉，正要再度开口，我打断他，我再说一遍，
我是来收回实验室的。实验室里的人终于有点慌乱，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活。韩少英义正辞严道：“但是沈小姐，你和师兄是签了合同的吧？”“对，但是合同到期了，而且合同上也没约定数据归属，所以我还是有权要求你们麻溜的滚。当初江卓没钱，又想搞这个方面的研究，但好歹有些尊严，就说要和我签合同。但是他的尊严也只是要个过场，签了合同就觉得是公事公办了，大概是觉得吃定我不会坑他。那时候我确实爱他爱得昏天黑地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可是我现在不爱他了。”实验室的人都面面相觑，韩少英也没想到会是这样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江卓大概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了，他身体僵硬了很久，然后冷笑一声：“你要记得，是你作死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”韩少英脸上喜色一闪而过，我呵呵一笑，随手抓起一个烧杯，浇了他一头水。“师兄！”韩少英尖叫着给江卓擦脸，回头指责我道：“沈小姐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”江卓盯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真后悔当初怎么会答应你这个泼妇。”但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，只是捏紧了拳头。大家收拾下随身物品，我们走。韩少英脸带忧色：“师兄，那数据。”江卓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没事，这我有办法。”实验室的人临走时全都对我一脸怨恨，可我管他们呢。我想着这下可以和渣男绿茶一刀两断，开始过新生活。可是新生活还没过1个月，我就被迫又和那对狗男女扯上关系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和江卓分手后，我听从家里建议，准备进入沈氏上班。哥哥也开始带我熟悉父母在生意场上认识的叔叔伯伯们。这天，我们兄妹和谭氏的谭总约在谭家的高尔夫球场打球。谭总笑着对我说：“小璇都长这么大了，以前见到的时候才这么点高。”他在腰部这里比了个位置。我也笑着道：“谭伯伯在我看来可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和当年一样年轻。”谭总哈哈大笑。打了一会儿球后，谭总的助理向他汇报工作，我们便分开行动。我和哥哥一边唠嗑一边打球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谭总，请你考虑一下，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”只见3个熟人围着谭总，手里拿着几张纸，神色急切地在劝说。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江卓、韩少英和林凯，我既吃惊又觉得晦气。我还没有所反应，哥哥已经走上前嘲笑道：“我记得你们走之前什么都没带，没有这个项目的数据，打算空手套白狼。”我也跟着上前。那3人看到我兄妹俩大吃一惊。韩总诧异道：“小鱼，你认识他们？”哥哥微笑道：“这位江先生就是我之前跟谭伯伯你说过的小璇的前男友。”谭总对外是平易近人的形象，刚才被江卓他们3人唐突打招呼也没有不快，但他听哥哥这么一说，眼中的亲和顿时消失了。江卓沉着脸道：“沈先生，我和沈璇是和平分手，你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找茬。”韩少英也帮腔道：“是啊，沈小姐，那天你突然就赶我们走，要不是师兄事先备份过大部分数据，我们多年的心血可能真的就被你毁之一旦了。”原来江卓还是事先备份过数据，怪不得拉投资的时候这么有信心。林凯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大声对谭总道：“谭总，你不要相信他们，这个女的心胸狭窄，我和她之前只是有点小摩擦，她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搅黄了我家公司和沈氏的合作。”谭总听到这里，脸色都变了。林凯以为谭总相信了他说的话，有些得意。他们也是来找您合作的吧？您可别被他们骗了。我和哥哥只是笑吟吟的在一旁看着他，扮小丑。谭总听完，淡淡道：“你见过沈氏的总经理吗？”林凯一愣，和我家对接的是沈氏一个管理人员，我父母都没有机会见到沈氏高层。谭总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猜也是，不然你不能连他本人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。”那3人听了这话都很惊愕。林凯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我哥道：“你是沈总经理？那沈璇是沈家大小姐，她的沈真是沈氏的沈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”看他的反应，好像也考虑过我和沈氏的关系，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吃穿用度也就比他好那么一点，对他平时的恶劣态度也没太大反应。他家当初生意有起色，我也没在他面前自夸，只认为我也姓沈只是巧合。江卓眼中满是愕然，还带着一点受伤。他沉声：“原来你一直在瞒我。”我微笑道：“之前是考虑到你的自尊心，给你看全家福的那天，我是想和你坦白的。不过呢……”江卓和林凯全都面如死灰，韩少英还想说些什么挽回局面，谭总已经不耐烦地找来工作人员，把那3个人赶走。江卓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失魂落魄地走了。但是林凯和韩少英眼中不约而同的怨毒太明显了，总感觉这事没完。还真的没完。不过先出幺蛾子的是江父江母，他们在网上开了直播，哭诉儿子的女友因为一点小矛盾就一点时间不给，把他俩赶出了房子，还要抢夺儿子的研究成果。还好儿子警觉，事先备份了大部分数据，但女友扬言儿子找到一个投资，他就会搅黄一个，总之不会让儿子继续搞这个项目。江母红着眼道：“他一直说我儿子和他团队一个女孩关系不清不楚，可那女孩是我们夫妻好朋友的女儿，和我儿子一起从小长到大，我儿子才对他多照顾了些。”江父也唉声叹气，其实我们住他的房子也住不太安心，毕竟还是想有个私人
人空间的，房子的事也就算了，但这个项目是我们儿子的心血，还希望沈小姐能放阿卓一马。我们都是普通人家，不像你家里豪富，有巨大资产。他们在直播里故意模糊了住了3年没有给房租，江卓对韩少英的种种逾越行为，还有实验室是沈家全资，且合同上也没约定成果归属的问题，但已经足够让弹幕爆炸了。我操，这什么公主病啊！谈恋爱还不能有异性朋友了？就说人家青梅竹马，说不定这姓沈的还是第三者插足呢。话说，就算房子是他的，他也不能这么绝情感人吧？等等，没有人提最重要的实验数据问题吗？这哥们也太冤了，做了什么孽才找了这么个女朋友啊？有人根据江父江母在直播中有意透露出来的信息，扒出了我的身份，立即就在沈氏官网下和我个人账号下开骂，话太难听了，以至于不能过审核。沈氏仗势欺人，沈氏抢夺研究成果，实验室成果到底归谁？这些热搜也一直在榜上居高不下。韩少英趁热打铁，也在个人账号下表态，说自己就是实验室成果被抢事件的当事人之一。当然，他也拿不出证据，重点放在卖惨并阴阳。我不学无术，成日无事生非。最后他写道：“我对天发誓，我和师兄真是清白的，请沈小姐不要误会。师兄出身普通家庭，那些研究成果真的对他很重要。”林凯也火上浇油，颠倒黑白，谎称因为他对我说话没有像奴才一样毕恭毕敬，我便让家里打压他家，让他家公司濒临破产。江卓项目组里的人当初狼狈的被我赶走，对我心怀怨愤，现在自然也纷纷上网支持他们几个人的说法。我与父母哥哥商量，等几天看看他们有没有后招，发现他们再没有新花样后，立即联系沈氏的公关部准备反击。当我在公关部在线讨论如何反击时，我微信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好友申请：“沈小姐，师兄和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你谈谈，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。”我通过了好友申请，对面很快又发来消息：“开门见山，我们的意思是希望沈氏能对我们高抬贵手，这样我们可以在网上解释那些都是一场误会。现在沈氏股价也受到影响了吧？”我回复：“你和江卓父母还有林凯联手造了这么大的谣，一句轻飘飘的解释误会就能解决给我们沈氏带来的损失吗？沈小姐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说的哪句不对呢？你也说不出来吧？但师兄念旧，想好聚好散，沈小姐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你让江卓亲自来跟我说。”过了一会，一张江卓躺在床上睡觉的照片发了过来，他左手还握着一只明显看起来像是女性的右手。抱歉啊，沈小姐，师兄一直握着我的右手，我左手打字不太方便，他最近为了投资的事太累了，现在睡着了，我可以代表他。我很奇怪，韩少英之前发来的内容还算小心，没有说漏嘴，那说明他还是有些脑子的。那他为什么还发这些挑衅的话？他很快又接着发来了信息：“其实你和师兄也是情侣一场，何必闹得这么僵？如果你愿意给师兄介绍个投资，或者沈氏能继续把原来的资源给师兄的团队使用，我想师兄还是愿意和你做朋友的。”我突然懂了，韩少英可能是想故意激怒我，让我失言，好拿到证据以消除反转的可能。如果是1个月前的我，可能真的会被他激怒，然后被他拿到画饼，但现在自然不可能了。我笑了笑，打字：“谢谢你。”对面回了个问号，我回道：“谢谢你发来他的照片，证明这个微信账号使用人就是你，韩少英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说了，我可以代表师兄。不怎么样，只不过你说的这些我都存了，就当是之后的证据吧。”发完这句，我不顾上面显示的还在输入中，直接把这个账号拉黑。第二天，我开始反击。沈氏在网上澄清，给出账目跟合同，表示江卓那个团队的实验室一切用品，包括场所，都是沈氏提供的。合同里也没明说研究结果的归属，而且研究虽然有些成果，但账目显示多有浪费。韩少英很快出面反击，说当初沈小姐不就是仗着和师兄男女朋友的关系，让他签下这种不平等合同吗？至于浪费，他想说沈小姐不了解科学研究，有些成果就是在无数次失败堆积上才出来的，那并非是他们团队故意浪费。我隔空回怼，听你这么说，我还以为自己没有读过书，我这里也有专业人士的意见，你们研究中有很多浪费，根本是不必要的。本来一开始他们还没有搞出这么离谱的浪费，但看我对此无甚反应，他们也逐渐开始不加顾忌了。有些器材试剂一买就是一大批，很多东西扔到一边，直到保质期过了都没开封，反正有我这个冤大头付账。其实江卓这个团队的人品虽然一般，但的确是有些头脑和能力，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会这么蠢，还是我的舔狗形象太深入人心，才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。我将那些被浪费的东西照片以及专业人士的意见配合账目发出来，反正网友中必有行家，这些就留给网友自己评判。等韩少英回复，我又朝江父江母开火。这2位人民教师3年前说装修房子要搬出自己原来的家，我当时看在男朋友面子上，愿意提供一套房子免费供他们暂时过渡。彼时我也想不到，他们那100多平米的房子要装修3年，也不是把承重墙给敲了要重新造大楼吧。部分网友说房东也不能随便赶租客，但问题是3年来他们1分房租都没付啊。说实话，除了那次请他们赶快搬走外，这3年来我还真没上门打扰过。说这些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新号码的骚扰电话，我干脆拉黑，继续在网上开炮。他们不付房租也就算了，毕竟当初是我自愿的，但他们好像真的不当自己是外人。我之前收拾房子的时候，物业还告诉我，他们找了换锁公司，打算上门换锁。以下是物业提供的监控录像。
其实监控摄像头并不对准业主家门口拍，只不过江家夫妇找来的小公司工作人员比较豪放，不慎用工具给电梯门附近的墙面画了一道口子，物业查看监控才知道此事。顺便说下，江家夫妇当然是耍赖，没有赔钱，而换锁没成功，是因为原来的锁太精巧，那小公司业务能力不够，而能做的大公司估计要价太高，那俩夫妇不愿花这钱。韩少英这时候又跳出来，那你也不能不说一声就把人赶走啊。虽说师兄这3年忙于工作可能有些冷落你，但他有空的时候对你还不错吧？之前你烧到39度，还不是师兄陪你去医院的？我一看快要气笑了，我生病了，他作为男朋友送我去医院，不是天经地义，这也算对我好，是不是举不出其他例子了？也对，毕竟就算是仅有的送我去医院的一次，他也是刚到医院就被韩少英叫去庆祝生日了，连挂号都是我自己去的。到这地步，我干脆把和江卓的一些相处细节以及我给他花的钱都发了出来。虽然我当初给他花钱心甘情愿，也没有一一记账，但最近这段时间的转账记录以及一些昂贵礼物的发票，我还是能找到的。于是网友可以看见，虽然聊天记录中江卓对我基本都是冷淡的很，但转账礼物他都不客气的收下了。到这地步，网上舆论已经基本反转了。我再把韩少英之前发来挑衅的话和江卓的照片都发到网上，添了最后一把火。江家3人和尚少英的名声彻底臭的不能再臭，渣男绿茶，软饭硬吃，吸血一家人等骂声不绝于耳。当然也有网友吐槽我之前太恋爱脑，对这些批评我一概虚心接受。至于骂我太狠毒冷血的，都不用我反驳，就有一大批人替我把这个人骂倒，不敢再出声。让我感慨的是，江卓一个大男人，这场风波竟然从头到尾都缩着不露面，没有担当的程度让我叹为观止。1个星期后，江卓头发凌乱，胡子拉碴，衣衫不整地出现在沈氏楼下，一看到我下班，立即就红了眼，冲上来质问：我妈被你气到住院了，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？他朝我发火道：不就是钱吗？我可以给你，但你太恶毒了，我爸妈好歹是你长辈啊。他还想冲上来抓我，但沈氏的保安很给力，挡在前面把他控制住了。我看着他这副狼狈样，觉得自己当初竟然会喜欢他，真的是太丢脸了。不过他说还钱，那还是要的，虽然我觉得他还不出。他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理亏，大声道：你说多少钱说呀？房租、实验室相关，你给我买的东西，那些我全都按价算钱。咦，他现在名声这么差，还能找到金主吗？不过转念一想，还说不定真有慧眼识人的伯乐呢。我爽快地跟他说，你爸妈住红顶天地的海景房，月租2万5，住了3年，你得给我90万，实验室那里就用你的研究成果换吧，但你要是能给钱，我也可以代表沈氏放弃那些成果。江卓一噎，恨恨道：你当初追我只是为了好玩吧？他说到最后自己也入戏了，大声道：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这点你自己清楚，倒不如扪心自问，你爱不爱我？你就是不相信我和少英是清白的，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和少英绝无任何越轨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打断他，他激动道：你现在说不重要了，当初是谁说不管怎么样永远都爱我的？骗子，你这个骗子！周围路人走过这里，纷纷停下来朝这里看，还指指点点。我不想被围观，就去停车场取车，结果江卓一路跟着我来到车前。我不耐烦道：你想怎么样？他无奈道：行了，你赢了。他在说什么玩意呀？他苦笑道：我是个直男，只知道做研究，也不知道琢磨女朋友心思。看到你网上说我的那些，我才知道你对那些是那么生气，这点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我真的只是把少英当妹妹，所以平时比较偏向她一些。他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，别闹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会控制和少英相处的分寸，但你也要去医院和我妈道歉。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，我是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。我打断他：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出声？前几天你爸妈在网上说，你那个小青梅也在网上说，但你怎么从头到尾都装死？大家都不冷静，但我不能也失去理智啊，所以那几天我才没出现。那你还给不给你爸妈付房租啊？江卓一下给我整不会了，我趁他发呆期间赶紧上了自己的车，关上车门。他还想拦住我，但看我油门踩得猛，终究是怕死，赶紧闪在一边。车子开过他身边时，我目不斜视地说了一句：你还是赶紧找个班上吧，大哥再把精力耗在这上面可没底啊。那之后江卓他们的确是消停了一段时间。关于江卓他们的研究，我本来在考虑卖掉还是自己找人做，业内人士跟我说这项目大有可为，让我下定决心由沈氏接手，反正相关地点设备材料都是现成的，万事齐备。结果江卓他们又出来搞事了，我收到了江卓他们的律师函，他们说要和我面谈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放弃了呢。我没亲自出面，派了个下属带我前去。江卓他们主张，当初和我签的应属无效合同，有些条款太不平等，有骗取他们研究成果之嫌。他们表示，科研人员研究不易，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如果我方不妥协，就法庭上见。我听完下属汇报，反手就把江家父母和韩少英告上法庭，起诉他们之前网上污蔑我的事。江卓没想到我还会旧事重提，只能又灰溜溜的来求我放过。他憔悴地道：小璇，给我条活路吧，不是不可以。他眼睛一亮，
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。我对他的厚脸皮感到震惊。你在发什么白日梦？我是要你把你爸妈的房租，以及之前污蔑我的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我家之前对你团队的投资都还回来。这样我可以考虑不起诉你爸妈，也可以放手那些成果给你。不过就算给你，你也找不到投资，只能给人打工吧。他脸色一寸寸灰败，挣扎道：“我可以给沈氏分成，我保证你们以后能获得10倍的钱。我相信这个项目的潜力。”我默然道：“可是我不想再和你们任何一个人有所牵扯了，所以你选吧，大家都不打官司，还是一起打官司。”他眼中全是绝望。你知道的，我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精力，所以一开始你们不搞幺蛾子的话，我本着及时止损的想法，并不想把过去的事翻出来追究。他走的时候背影佝偻萧索，我却全无同情。父母和哥哥得知后都冷笑道：“江卓想的还挺美。”父亲道：“官司的事你就别管了，让沈氏法务部处理，你专心工作。”哥哥问我：“如果他们撤诉，你还告吗？”我摇头，我不会老是让他试探我的底线的。双方都撤诉也太便宜他们了，我告他们肯定一告一个准，但他们告沈氏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可不是我们仗势欺人，而是合同条款模糊，打起官司来那可是旷日持久。我的3个亲人听我这么说，都满意的笑了。江卓没再来骚扰我，而是忙着帮他父母应诉。但林凯不甘一无所有，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，计划开车撞我，企图和我同归于尽。还好我哥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，一直派人盯着他们。我哥察觉林凯的谋划后，在他实施计划之前就设计让他欠了一大笔高利贷。现在林凯天天被高利贷追债，焦头烂额，没来得及撞我，就为了逃债不慎摔下楼梯，跌断了腿，因为救治不及时还要截肢。他爸妈本来破产之后还有点钱想东山再起，这下只好替他还债，彻底一贫如洗。我没忘记连韩少英一同起诉。江卓的团队经过这些风波早已解散，韩少英现在无业又有官司在身，日子非常不好过。韩少英来找我，痛哭流涕，求我放过，说只要我放过他，他立即远走高飞，不再和我争江卓。我一脸鄙夷，谁要和你争？垃圾！官司最后当然赢了，江卓父母和韩少英被判公开向我道歉和赔钱。那点钱对我来说不多，但够他们喝一壶。江家3人因为这些事名声扫地，而且因为要赔我钱，连房子也卖了，只能租房住。说起来，那房子装修好后，他们是一天都没住过呀。我最后一次看到江卓的消息，是看本地法制新闻的时候，新闻上说男子江某因为琐事和父母争执后，持刀捅死父母。本来我还不知道这是在说他，但是看网上消息后才发现，这说的竟然是江卓。好像经过之前那次打击后，他就一蹶不振，也不出去找工作。他父母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博士儿子，现在这样太丢自己面子，就催促他找工作。最后双方发生争执，他激动之下就错手杀害了父母。证据确凿，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被判处了死刑。沈氏投资了新的团队来接手江卓的那个项目，半年后就得到了初步的回报，这也多亏了江卓他们辛苦的前期工作。如果他当时真的好聚好散，或者把我之前花的钱都还回来，我也是不介意把项目让给他们继续做的。不知道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会不会后悔。